想请问你平常有阅读的习惯吗？一周大概会看几次书？阅读的习惯哦，我最近这2年比较没有在阅读了。对，最近都主要是有阅读的话就是网络媒体文章这种的，然后纸本书的这种阅读比较少，通常都变成文章类的，新闻文章、报道文章啊、影评的文章啊这种。那英文居多，中文比较少。对，但是纸本书或电子书的阅读，可能因为工作时间关系，最近很少。那你买书的时候，你会先看书评或是看推荐，再决定要不要买吗？我会基本上买实体书的话，我会先看书封书底上的介绍，接着再看一下，简单的看一下推荐跟评论。那我们再倒退一点，就是你如果决定要买一本完全没有看过的新书的时候，你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书的资讯？我比较常接触到书的资讯，就是在实体书店逛的时候看到，或者是偶尔在那种专栏文章，或者是就是那种比如说亲子天下那种网站，它有推荐书，或是在工作场域上听到有人推荐。那你有因为网络上的推荐而购买书的经验？除了刚才那种部落格文章的话，几乎没有。那你刚刚看完我们的阅读之后，你有什么对这个事情、这个现象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其实蛮好的，因为其实就是推荐书跟买书这件事情，这也很久了。只是以前可能是会用部落格的方式，就是什么无名小站啊、部落格文章。那现在它转换成变成短影音的形式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还是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不错的书籍，我觉得是一件好事。那刚刚也有给你看过几个账号。那看完这些账号之后，你会想要加入这些账号，或是追踪这些账号，或甚至你自己去创作这些类似的账号吗？创作的话，应该短期内不会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要担当得起做推荐书的人，必须要就是对这个书非常的了解，然后对这些议题就是很熟悉啦。就比如说我今天要推一本时间管理的书，那我可能真的要做很多的研究，我才会去推荐。但是追踪的话，我应该会追踪，就是像比如说心理成长类的书或一些工具书，我有时候也会在不同主题的账号上面看到，但它不一定本身是推荐书的账号。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心理学账号，然后他推他最近看的一本心理学的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专门去追踪推书的账号也蛮有趣的，就是可以扩大自己看的书的议题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，就是你会想要加入那些影片下面的互动吗？说那个就是他的书单下面去留言。对。不会，我基本上就是单纯看完他的介绍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我们下次见。